大家好，我是李灿，欢迎收看以及收听 Easy Mandarin Minicast 中文小播客。今天咱们继续聊一个有趣的话题啊，就是你觉得父母对自己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是不是受到父母特别大的影响啊？其实这个问题以前我没有考虑过啊，但是在某一个节点，我突然之间好像开窍了、开悟了，这种感觉，就是我发现原来真的很多东西都有迹可循啊。这个节点是什么呢？其实是我真正自己当了爸爸之后啊。但是当了爸爸之后，不是马上就到那个节点的。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好像只是被这个角色给推着往前走的，觉得自己应该做什么，觉得自己好像更多是一种本能的一种行为啊。就像所有动物啊，说实话都会保护自己的幼崽一样啊。作为一个父亲，你肯定会尽力的去保护自己的孩子，去爱自己的孩子，对吧？去关心、去体贴自己的孩子啊。但是现在我慢慢突然之间明白了，我为什么是这样去做的，我为什么和别的就是爸爸会有点不一样。其实这个说起来，我可能就要回到就是上个视频我讨论过，中国的父母和孩子之间呢，其实不够亲近，是有代沟的啊。当时有一个同学留言说，是不是因为社会发展太快，对不对？所以父母之间有很深的代沟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啊。我和我父母之间也有代沟，而且我父母那一辈人呢，他们是忙于生计的啊。就是他们没法就是轻松的工作，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要是不去赚钱啊，那就得饿死啊。不像现在，其实说实话，不是说不赚钱就不会饿死，而是现在的机会更多啊。我父母都是从这个农村里出来的啊，他们我觉得是很有想象力的啊，他们的想法能越过周围的这片大山啊，然后跳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啊。对于他们自身的这个人生而言，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是有一个点，就是当时他们去县城里去开家具店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也是白手起家啊。我觉得他们的这个胆量挺大的，那个时候的中国人的胆量都挺大的。我爸只是因为我当时的姑父，就是三姑姑的老公啊，做了几天的这个油漆工啊，我爸就看到机会，决定和他一起合作去开一个家具厂。所以他们来到县城里之后，有一整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我是小学2年级到3年级之间，一整年的时间，我都算是一个留守儿童啊，在乡下和我奶奶在一起啊。当然，可能周末的时候也会坐这个中巴车去县城里看父母，但是都是一个人的啊。所以这一段时间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当然，这只是一个起点。就等到后来我回到县城1年之后，被父母接到县城，我觉得在我成长过程中很重要一段时间，父母是多少有些缺席的，因为父母很忙啊，我爸特别忙啊，我几乎成天看不到他啊，他基本上都在外面跑业务啊，因为才开始办厂的话，你需要求很多人办各种事情啊。当然后面慢慢做得好一点，他又有各种应酬啊。我妈呢，又因为开工厂的话，有很多这个学徒这个木工师傅啊，都是一起吃饭的，所以她需要每天给很多人准备饭啊。那么我就算在家里吃饭，我也只是其中吃饭的一个人而已。我觉得在那一段时间，就是我整个小学阶段，我基本上觉得从父母那里得到的这个关爱和照顾会比较少啊。那当然，说实话，我也不缺衣少食。但是真正在这一段时间，我发现其实对我的这整个人生影响非常大啊！我又是从乡下来到县城里的一个孩子，其实本身不够自信啊，会觉得自己比较土啊，城里的孩子比较洋气啊。但是所有这些情绪都没法消解啊，都没法找人去说啊，所以很多东西都积压在心里头。我获取自己的这个底子是不错的，就是挺聪明的，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越发的没有自信啊。其实一个人没有自信，他就很难发挥自己真正的能量啊。我现在回头看，其实我父母啊，就是说我父母对我这个陪伴或者缺少陪伴，对我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所以等到我自己成为爸爸之后，我其实潜意识中就想好好的陪孩子，好好的陪他成长的每一步，给他讲故事，陪他玩等等。因为我孩子出生之后，我就在家里工作了，我做翻译做笔译给这个全国的很多翻译公司做翻译所以我比较多的时间照顾我的儿子有很多时间陪伴他。所以这个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一些缺失，我不想让我孩子重蹈覆辙吧这几乎都是一种潜意识的一些行为我在这里说这些其实并不是为了抱怨我其实更多想表达就是我们应该看清自己一些行为方式的根源以及来源在哪里真正的找到这些原因之后，我们看清楚了，我们才能真正从那个困境里走出来。我现在其实已经看清楚了，我就能从这个困境里走出来我就不再去纠结这些东西，我就能真正的轻装上阵说实话，39岁了才轻装上阵有点夸张但是为时未晚吧。好的，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你也可以会分享一下，你觉得你的父母对你有多大的影响那么咱们下期再见。